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这里是Ruby疗愈塔罗。那上周我们一起看了关于2026年会发生哪些好事，今天呢，我们就具体来占卜，看一看大家2026年即将在事业财运上面会迎来怎样的转机，明年会有哪些不容错过的好机会，以及工作、学业、事业上面还有财运上面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那眼前一共有3组牌卡，大家从中选择一组与你最有感应的。牌卡本身呢没有任何的含义，只需要根据自己的第一直觉做出选择就好啊。从左到右一起是第1组、第2组、第3组。好的，现在请大家放轻松，深呼吸，开始选牌吧。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选择第1组的小伙伴。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2026年财运事业上面将会迎来什么样的巨大转机。首先我们就从奠定你整年基调的这张星币4开始说起吧。星币4就代表着积累、稳定、保守、自我保护、资源紧握这样的含义。这也说明第1组的小伙伴，目前你们或许是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状态当中，现阶段呢不想轻易的冒险，更多的是想要守住你们目前的工作成果。这张星币4出现在这里，其实也是想要告诉大家，你们目前的处境要比你们以为的稳定很多。你以为你处在一个比较动荡的环境当中，其实不然。你们手里的家底、手里的资源，也没有你们看上去的那么的单薄，它是能够支撑你很长一段时间的。是能够支撑着你往前走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资本。而那些你担心失去的东西，或许对你而言其实并没有那么的重要，又或者是你只是在心里过度的放大了他们的焦虑，它不是那么容易就会失去的东西。总之这个星币4就是告诉大家，你们手里的资源、金钱、物质，或者是你们现在的这份工作，不是那么容易就会被消耗掉的。你们可能会过分的担心自己会被替换掉，会不会被公司裁员，会不会没饭吃，那这些都大可不必过分担心啊。因为星币4出现在这里，就表示大家是有稳定的资源的，有稳定的能力，大概率是不会被替换掉的。另外呢，这张牌出现在这里，其实也是给大家2026年的事业以及财富奠定一个基调。2026年你们的财运事业不会是直接凭空而起暴富的模式，而是基于现有的基础之上的一个稳步的升级。后面这个隐士的逆位，就是揭示大家为什么会有这种焦虑不安啊，对物质资源为什么会这么的紧张啊。有可能是因为你们自己确实想太多，你们太敏感了你们对于现在的环境是非常非常的敏感的，有一点风吹草动，可能你们就会要担惊害怕。而且看到你们也可能会是一个离群所居的状态，就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不怎么社交有些人可能喜欢玩手机，然后呢就会在网上经常看一些心灵的鸡汤网上的这个求职攻略大家那种负面情绪的吐槽或者是那种独立的大女主宣言等等的，就是网上会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消息影响你的判断。还有就是网上有一些什么轻易的致富的道路、投资的产品、暴富的手段等等，这些可能都会让你莫名的焦虑那还有可能就是会看到别人精装修过后的社交动态，让你有一个比较，有落差，然后你就会陷入内耗、自我怀疑当中，想说我们同样年纪他可能还没有我的学历好，没有我有能力，为什么他都已经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成就了，自己还平平无奇。就是会有比较，然后就会有内耗。那还有人可能就是非常非常的想要独立现阶段你们想要脱离原生家庭，或者是脱离目前所在的一个朋友圈层想要远离公司上面无效的社交等等。就这张牌在这里就是说你们想很多又很敏感但是呢做的又少
就会陷入到过度思考的陷阱里面，这个也想做，那个也想做，但是动不起来。隐士的逆位还有一方面就是说明2026年你们这种独立于人群之外的状态会被打破，你们不得不走入人群，不得不去进行团队作业不得不跟同事交流，一起做项目，一起出差不得不花费时间去应付老板，应付客户应付身边的同事。身边会发生一些事情就推着你，让你被动的走出你的舒适圈，但这其实对你而言是一件好事来的，因为看到你就是想太多动不起来嘛。其实你自己可能也知道要跟领导同事搞好关系不要关系搞太僵要适当的拍拍领导的马屁，这样可能之后的工作就会更轻松一点。这些你或许都知道，但你就是做不出来。那2026年或许就有一些情况发生，你不得不低头，宇宙会被迫的让你做出改变。虽然这个改变你内心上面或许不太那么容易接受，但是这个改变肯定是有利于你的事业工作发展的。另外呢，如果有人一直在纠结犹豫着要去做一些事情的话，那2026年可能也会遇到一些外部的推力把你从想的这个阶段直接推动到做的这个阶段。那当然这个隐士在这里体现的这种被迫行动呢，它不是盲目冲动的，就是盲目的让你去做，因为它有这个星币4座基础嘛，就说明你想做的这件事情呢，它不是从零开始的，不是一个冒险激进的行动想法，而是基于你现有的资源、现在的底气而做出的小小的尝试。这些小行动呢，既不会让你失去现在拥有的东西，又能够帮助你打开新的可能性。后面是一个女祭司的正位。其实女祭司和隐士这两张牌都是智慧的化身，然后女祭司身上呢又多了一些女性的直觉。所以2026年大家对于事业的判断以及投资方向的判断会是非常准确的。是一个非常适合做规划布局、筛选合作伙伴、选择投资计划的这样的一个年份。2026年的事业财运能不能踩对风口关键还是要看大家能不能基于过去的经验以及自己的专业知识的积累上面，分析出一个具有发展潜力的赛道，并且呢也要看你自己内心就看看你能不能听懂你自己内心直觉的声音。就看上去2026年会出现很多很诱人的机会，但是女祭司在这里就是要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风口都适合你那些能够发挥你核心价值的才是你的专属的风口，你的机会。2026年呢要善于运用自己的智慧加上自己的直觉去筛选你的合作对象判断机会的真伪，去感知最佳行动的时间，把握住机会，那不要盲目的冲动的行动，防止被骗后面还有一张星币1的逆位，这张牌在这里就说明延迟的项目会在2026年开始启动，延迟的资金没有收到的现金流可能会在2026年收到回款。那这种延迟的资源的回流呢，大概率会发生在下半年靠近年末的时候。如果你有借钱给别人的话，那下半年可能会要回来，别人会还你钱那最后是在一个圣杯6的上面，正位的圣杯6，这个牌就说明旧的能量会被启动，过去帮助过你的人可能会在2026年再次出现，你们曾经做的努力呢也开始在2026年有所回报，可能有旧的客户回头找你跟你签订新的合约、新的订单，又或者就是前面说到的旧项目复活，收到过去项目的尾款，收到借款人的还款等等。2026年大家重要的客户、重要的项目资源可能还是围绕着在过去的积累上面，就是一些旧的资源、旧的关系上面有点吃老本可能就是对于新客户的开发还是不够。又或者就是2026年的主要项目还是要靠老带新，就是靠老客户介绍新的客户给你。另外之前你们以为自己失去的某个机会，也可能会在2026年重新找到你。
总之整个牌面看上去的话，2026年大家换工作的可能性比较小。最大的惊喜、获利最多的一个项目，大概率不是突然出现的陌生人、新客户、新订单，而是与你们有过联系的旧的资源。那我们再看一下雷诺曼有什么补充啊？花束、月亮、鱼还有蛇。这4张牌对于事业、工作以及财运来说都是非常好的牌。首先这个花束就代表意想不到的惊喜，那这就意味着2026年在工作财富上面呢会遇到不错的机会。这张牌再加后面这个月亮的组合，就说明这些机会还可能不是你主动的去争取的，而是靠你们的专业，靠你们的名声、你的口碑，靠旧客户的宣传，或者是靠你在网络上面发布的短视频、图文宣传，精准的推送给了潜在的客户，然后吸引而来的。那后面还有一个月亮以及鱼嘛，这2个组合，月亮就代表名声，鱼就代表财富、财运。那这2张牌就是典型的名利双收，工作上面，工作能力得到认可，获得领导的赏识，客户之间有很好的口碑，订单越做越多，越做越大，复购率提升，现金流变得稳定，又或者是你们在某个领域开始逐渐的积累粉丝，逐渐有影响力，就获得名声的同时呢，你们还获得了财富。比如说你们获得领导的赏识认可，然后呢，领导就会主动的提出给你涨薪，或者是变相的给你增加一些绩效，给你发年终奖等等。那有可能就是你们项目做得多，做得大，那同样的你从中分红就会多，提成就会多，收益就会多。另外呢，这个鱼它也代表着多渠道的收入，不是一单一的工资或者是单一的订单。所以2026年可能你们除了主业的收入之外呢，还会有副业的收入、被动的收入或者是投资的收入。特别如果你们目前有存款想要做理财的话，那之前这个星币4女祭司，就是在这2张牌还有这个鱼的加持之下呢，建议大家可以做一些低风险比较稳定的投资，就是可能最终的效果会让你意想不到会有一个不错的收益。那后面还有这个蛇就代表着在工作当中还是会有竞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也会有冲突，有误会，身边可能还是有一些小人的存在有一些跟你关系不好的同事、领导。在职场上面还是需要你们运用智慧、用策略去面对一些问题比如说不公平的对待一些晋升上面的问题或者是领导的任务分配上面的问题。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神谕卡给大家的提示和祝福是什么。Discipline, I can accomplish what I set my mind to. 自律使你自由。2026年大家可能会变得自律，又或者说需要你们变得更加自律就无论你们的身体还是你们的心理需要你们需要早睡早起，不要熬夜工作，按时运动，又或者是你们对于目标的追求，对于财富的追求，对于事业的追求，都需要你们去稳步的执行你们的计划。总之这张牌出现在这里，就是希望大家2026年的工作生活都能够变得有规律一些同时呢，也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判断，在对的事情上面呢持续的投入，然后有计划、有规律的一步一步去做，不要犹豫，也不要内耗不安你只需要按照你自己的规划去前进去做，每天有一点点的进步，那或许积少成多，到了年底的时候就会拿到一个非常不错的成果。那好的，以上就是我们第一组小伙伴的全部信息啦，希望大家在2026年都能够收获满满的好运，我们下期再见吧。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选择第2组的小伙伴，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2026年事业财运将会迎来什么样的巨大转机。第2组小伙伴看到在2026年事业财运上面会经历混乱与动荡但同时呢也会有很多新的机会、新的邀约、新的消息来到你的身边，你们的转机可能就是来自于这些冲突混乱当中
2026年对于你们而言呢，是破局重生的非常重要的一年，因为牌面能量非常的强烈我能够强烈的感受到你们内心压抑已久的渴望，想要突破的心情，以及即将要爆发的力量。2026年的你们绝对不是躺赢的年份，不是摆烂的年份，是一个需要不断的努力寻求机会，从逆境中重生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年份，会从拉扯、混乱、矛盾、冲突以及坍塌当中获得新的机会，财运和事业或许会迎来脱胎换骨的这样的一个转变那我们详细来看一下。首先这里有一个权杖七的正位，说明大家在个性里面还是有一股不服输的韧性的，对待工作也认真负责，勤勤恳恳，抗压能力很强。然后你们或许现在这个工作本身就压力很大，节奏很快，在这个工作上面让你们练就了一身的本领，能吃苦，能加班。身边的人可能也总会跟你们说你这个样子太累了没必要这么拼，没有必要这么认真，就是会心疼你嘛，就觉得你的付出跟你获得的其实也不成正比，或者就是觉得你太辛苦了没有必要这么累。但或许你们这么拼这么认真也不是说你们自己对于自己的事业有多高的追求，你们就是一个很认真负责、责任心很强的人，对自己要求很高不愿意就是所有事情都马马虎虎的就那么得过且过了，你们还是想要把事情做得更好更完美一点那有人呢可能也心气很高，就是想要向别人证明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的能力。这张权杖七呢，其实也是奠定了我们2026年整个工作事业的基调2026年你们将你们个性当中这种不服输的这部分呢，会发挥到极致。像一个在战场上面永不认输的战士一样，一路过5关斩6将，在一场又一场的战争当中存活下来，并且变得越来越强大。那其实我们可以把权杖七还有后面的权杖五、宝剑五这3张牌放在一起看权杖五还有宝剑五呢，其实都有这种冲突的含义那跟权杖七放在一起，就说明你们在2026年肯定是要经历竞争关系的需要面临很多的选择，去竞争同样的一个机会那权杖五这张卡牌上面5个人都是手持权杖激烈的对峙嘛，每个人都在展示自己的力量，想要赢得机会，想要赢取胜利。那最后这个宝剑五就是对于这场竞争、这场战争的一个结果的预示，你们最终会凭借自己的毅力赢得胜利其他的人遗憾离场。那这2张牌如果对应到我们工作财运上的选择的话就说明2026年你会有很多多元化的赚钱机会，或者是在职场上面会发生人事的变动，有新的工作邀约，或者是有多个项目需要同时解决的这样的冲突还有可能就是你们团队之间理念不合，总之就是一个很复杂混乱的情况。那这2张牌就是提醒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哪些事情是重要的，哪些事情是没有意义的，哪些事情对你而言是很好的机会，哪些呢可能就是看上去很好的纸老虎。因为机会越多肯定越好嘛，但是你也要从这种混乱的你们也要从这种混乱的情况当中呢看清楚真相。有多个机会出现的时候你们要看到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有益的。你们要清楚你们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是薪资水平呢，还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机会是工作的环境氛围呢，还是说工作节奏、工作压力等等的，就是多方面考虑嘛。当然了，也要提醒大家不要太贪心这个权杖五的关键是筛选，它不是大包大揽，也不是说你全要，没有那么好的事情。与其分散精力做多个事情，那不如在混乱中找到最符合自己优势和长期发展的方向，集中精力去做突破总之从牌面上感觉到2026年第2组大概率会有新的邀约，或者是有换城市、换部门、换方向、换团队这样的机会。而且看到有一个皇帝逆位嘛，还有一个圣杯骑士正位。皇帝逆位就说明旧的规则正在坍塌，
职场上面，如果你们有遇到控制欲很强的领导凡事都要按照他们的方式来，一切行动都要听他的指挥，独断专行，那2026年你的这个领导大概率会分开要么就是他高升了退休了离职了，要么就是你主动离开了，你实在受不了了，你提辞职，或者说你提出我要换团队，又或者就是你受不了，你反抗，你跟他大吵一架，摆明你的态度，提出你的诉求，不再乖乖的配合他的指令，他可能也是欺软怕硬的这种人，他之后就不会对你安排一些不合理的项目任务了。那还有可能就是这个人会指向是你的客户就有的客户呢就是要求贼多，一会儿要这样，一会儿要那样，一会儿要变这个方案，一会儿要改成那个方案。以前你可能事实还顺着他忍让退让，那2026年可能这个客户会就直接没了，你不合作了，又或者就是你不忍了，你不伺候了。总之2026年就感觉你们想要夺回你们人生的主导权，主动或者是被动的解绑那些控制你的人解绑那些不公平的对待，陈旧的制度规则等等，或者就是与那些让你压抑的关系解绑摆脱内卷的很严重的工作，提出合理的薪资要求，结束不平等的合作关系，找到真正尊重你、懂得你价值的合作伙伴等等。而这种解绑制度上面的坍塌呢，于你而言带来的可能不仅仅就是自由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或许它会帮助你打开你之后机遇的大门，因为后面就是圣杯骑士嘛。圣杯骑士就代表着新的邀约、新的机会、新的贵人正在走向你。所以皇帝给你们带来的旧的制度、旧的环境、旧的关系的崩塌，它不是毁灭性的打击，反而呢可能是你重生的希望。它在帮助你清除你路上的一切的障碍，让你能够更好的去迎接后面的所有的机会。所以2026年的开头可能会有点混乱职场上面可能会有人事的变动，你不得不去适应新的环境、新的制度，问题、冲突、矛盾、竞争可能都会在年初到年中这个时间段集中的爆发，会让你感到很疲惫、心烦意乱。财务上面可能也会有一些小的波动，延迟收款、收入的下降，有大额的支出。但是不要着急，这个阶段就是帮助你主动筛选或者是被动筛选的一个过程。因为看到后面大概9月份到12月份就会有转机出现，年末的状态跟年初是非常不同的，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转变。年末你们就是突破了过去的限制，实现事业和财运上面的双重的提升，要比年初更加的积极、自信、稳定，也会更有目标感、有方向感。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雷诺曼还有怎样的补充戒指、船锚、老鼠还有信封。那首先这个信封就是你们2026年转运的关键它代表一份非常重要的邮件，一个面试的邀约，一份合作提议，或者是一个短信、一个消息。那这些可能都是你改变你人生轨迹的非常重要的信息而且它和这个圣杯骑士在一起的话，就意味着这个消息会给你们带来温柔的力量，不仅仅是会给你们的生活事业上面带来机会、带来改变，也可能会从你整个人的心态、你的能量磁场上给你带来变化。你会从过去迷茫、不自信的状态转变为自信、积极阳光开朗的状态。这个信息会给你带来底气、带来安全感。而且前面还有戒指，就大概率大家2026年就会签订长期的合作的协议，因为戒指它的能量是稳定、和谐、承诺，它不是短期的短暂的利益交换，而是长期的互惠共赢的关系。所以无论是在事业上面还是财运上面，2026年大家会获得一个长期的可持续性的发展。而且戒指后面就紧跟的就是船锚嘛，也是寓意着稳定终将到来。2026年你们很可能会找到一个可以长期依靠的方向，一份稳定的工作收入，或者是一个让你安心的事业布局、事业板块，不再漂泊，不再迷茫，就感觉你们终于是有了自己的根基那这2张牌
和上面这个皇帝、权杖5以及权杖7这个结合起来看的话，就说明这个机会、这份稳定感，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你在这种混乱的情况当中突然发现的机会，是通过竞争、打拼赢得的机会。那从财运上面来看的话，2026年，大家不会再遇到那种入不敷出、资金链断裂、收不到钱、回款困难的情况，就是手头上不会太紧张啊，而且可能还会有持续的收入来源，就甚至还会有被动的收入来源，会进入到一个稳定的盈利期。那这份金钱物质上面的稳定呢，可能也会让你们内心上面更有底气、更自信啊。那这个老鼠的出现呢，则是说明大家工作上面还是会有一些问题的，就也不是那么的积极向上啊，会有一些琐碎的问题。2026年的工作也没有那么的简单，看上去是比较忙碌的，压力也比较大，而且有可能你们还要承担别人的工作压力啊，就你们可能会成为领导就是要帮助下面团队的成员去解决他们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有的时候还要承担他们的一些工作，就他们不会做嘛，你就不得不自己动手帮他们收拾烂摊子。可能也会有一份工作任务需要你们反复的沟通、反复的修改，费时费力，最后呢有可能不了了之，或者就是拿到的钱不多。总之呢，老鼠就代表是一些小问题都是一些普遍的寻常的工作的烦恼，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及时的做好心理上面的疏解，工作的同时呢也要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神谕卡给大家的祝福和启示是什么。 Grief, I understand that losing something is an opportunity to appreciate it. 所有失去都是为了更好的相遇。第二组的小伙伴，2026年你们看上去可能好像失去了一些对于你们而言很重要的东西但其实并不然，你失去的都是让你痛苦的、迷茫的、怀疑的、内耗的、阻碍你们发展的东西。这些东西的失去它不是偶然，而是宇宙在帮助你们清理你的能量磁场，清理到那些不适合你的、阻碍你发展的，然后呢再把真正于你而言有价值、有意义的机会送到你的身边。所以2026年大家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舍得，学会放下，学会接纳。神谕卡说，失去是你们获得力量、自由、智慧的必要过程。就像蛇蜕皮才能够成长，凤凰涅槃才能重生一样。当你们接纳了这份失去，你会发现自己在这种混乱当中变得更强大、更清醒，同时也变得更自由。财运和事业呢，也会在这份接纳当中迎来意想不到的转机。那好的，以上就是我们第二组小伙伴的全部信息啦。希望大家2026年勇敢的活出自己想要的生活，收获满满的幸福和成就感。那我们下期再见吧。Hello， 这里是选择第三组的小伙伴。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2026年大家财运事业将会迎来什么样巨大的转机呢？看上去2026年大家会摆脱延迟的一个状态，过去卡住的事情会突然的动起来，一切开始稳步的推进并逐步的走高，是一个先苦后甜的一个能量变化那首先看到就是权杖8的逆位，说明大家事业财运呢，在过去1年甚至是过去几年的时间里面，几乎都处于一个动不了、推进缓慢、外界不给机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你们可能发了很多的简历都没有回应，或者是投入的项目迟迟没有结果，投资的理财产品收益不佳，甚至有所亏损，工作上面也没有什么突破。创业者的话，可能就会遇到合作方拖延，然后合作谈不拢，资源迟迟不落地，收不到回款等等的一系列的问题。有人可能就是工作上被延后晋升想要跳槽又没有很满意的机会想要创业呢又没有资金，没有什么可以用到的人脉资源等等。那过去大家可能长期的是这种
停滞的状态当中，工作资源物质上面也没有特别大的突破，而且感觉大家所求之事所想之事呢，可能在过去这段时间里也没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就并不是如你所愿啊。但是这个权杖八它的逆位不是破坏，它只是说这件事情暂时被搁置了，暂时被卡住没有动静，它并不意味着这个事情就没有成功的希望，就直接失败了，对这个事情宣判死刑啊，它不是这样的。它或许可能就是仅仅在等待一个正确的时机再去开启这个机会。然后后面这个星币五的正位，这个也是对应到大家存在的困境啊，特别是物质经济上面的困境，财务紧张，生活压力非常大。那在2026年年初的时候，大家可能收入不稳定，或者是收入不如你所愿啊，你希望你的年终奖是多少，但是最后可能拿到手的没有那么多。还有就是会有一些大额的支出，会有入不敷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人可能会在工作上面感觉到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自己的价值没有被看到，你的工资不应该就这么多钱。那还有可能就是你们被迫的承担了一些其他的责任，其他的工作这些都让你感到不公平，感到很压抑，是一个比较辛苦的一段时间啊。但是这个星币五呢，它隐藏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个星币五它永远是出现在事情变好之前，它是一个黎明前的最后的一段黑暗。你们可能觉得这段日子非常的辛苦自己一直在苦苦的支撑，但是等你到了年底再回头看这段时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这段时间的坚持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这段时间承担的压力或许呢会帮助你们锻炼一个更好的抗压能力你们承担的各种各样的工作，或许就练就了你们的一身本领，让你们内心强大，然后让你们专业过硬，让你们在简历上有更多的可写的东西。总之都会成为你们之后2026年年末逆袭的一个资本啊。那后面这个星币七的逆位就表示你们确确实实工作上面付出很多，但是回报不明显。可能大家有时候会有困惑就觉得我明明很努力了，为什么就是没有结果呢？我自己明明挺优秀的，为什么升职加薪的人不是我？有些人或许还会越来越怀疑自己做法，自己选的道路是不是正确的。那这个星币七的逆位或许就是帮大家在解答这个问题你们不是不够努力，而是你们的努力可能真的是放错了地方，你们可能陷入了一种无效努力的误区。比如说有的人就是做事方式太保守了，你们过度求稳，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就会错过很多的机会。或者你们就是太坚持单一的路线，比如说你做自媒体，你就一直做图文，然后现在可能这个视频短视频更火，但是你却因为自己不熟悉剪辑水平不行，不愿意露脸等等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就不愿意做出尝试。又或者是你是做销售的，你一直靠线下去拓展客户，明明现在这个线上渠道可能会更高效，你就觉得说很麻烦，你不愿意去学习。那这种对于发展路径的依赖可能也会让你的这个努力的效率会越来越低。那还有人就是或许在职场上面确实就是老好人一个，不懂得拒绝，导致自己无效的忙碌，每天在忙碌碌的帮别人干事情比如同事找你帮忙同事向你请教问题，你又不好意思拒绝，忙了半天解决了别人的问题，自己的工作没有时间做。这种过度的讨好呢，让你的付出其实都变成了无效的消耗，没人记得你的好，也没人说是在投票的时候给你多说两句好话。那还有可能就是跟上面这种老好人相反，你在工作上面喜欢单打独斗所有的事情都亲力亲为，你忽视了团队协作的力量，忽视了这个资源整合的力量，把自己搞得很忙很累，可能最后结果也不尽如人意，因为你肯定没有人家专业的人懂嘛，你不愿意找专业的人帮忙，自己做可能做的效果就没有人家好。那2026年呢，大家需要在工作上面，特别是工作方法上面呢，做出一个调整。工作态度你们是非常积极的，
所以可能就是在工作方法呀，然后工作的安排上面需要做出一个优化升级，找到正确的方式方法，找到正确的努力方向，那可能这样的话事情就会变得顺利起来，回报也会明显的好起来，效率也会变得越来越高。后面还有这个星币王后的正位以及圣杯3的正位，这2张牌就是非常积极的牌了，预示着年底的时候大家会在工作财运上面获得一个向好的积极的转变，迎来大家2026年的高光时刻啊。星币王后是土元素的一个高阶能量，王后她站坐在这个丰盛的花园里面，手捧着这个星币，身旁呢又有植物还有小动物环绕在身边，就代表着靠着自己的专业能力创造稳定财富的这样的一个姿态。星币王后的成功不是一夜暴富，是一种稳步的上升，她也不依靠别人，就靠自己的能力自给自足。另外呢，星币王后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人星币王后她自带贵人的磁场，这也就说明大家的专业能力以及你们的人品为人处事的方式呢，会吸引欣赏你的人来到你的身边。然后后面还有一张是圣杯3的正位嘛，有这个牌的加持，就说明大家年底的时候或许就会有贵人相助啊，你们终于走出了一个孤军奋战的状态，进入到一个欣赏你、支持你、肯定你、认可你的工作环境圈层当中。或许有人会在职场上获得领导同事的认可，获得升职加薪的机会，被安排负责核心的项目，而不再是被忽略的小透明，而是成为团队的核心力量。又或者你就是会遇到跟你观念一致，然后优势互补的合作对象、合作伙伴，遇到赏识你的贵人，给你介绍资源，帮你解决问题。那圣杯3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大家，你的贵人他不是凭空出现的。2026年的你们一定要打开自己，多去接触一些不同的人，多去接触一些不同的圈层，一些不同的机会，也要多跟别人交流，不要一直封闭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面。这张牌它的核心就是共赢，所以2026年特别是年底这段时间啊，你们的机会可能大多数的来自于合作、分享、交流当中。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雷诺曼对此有什么补充。骑士、三叶草、百合以及房子。2026年你们会收到迟来的信息，可能是之前投的简历有回音，卡住的项目有进展，也可能就是有人会主动的向你抛出橄榄枝啊。这些消息呢都会打破你过去这种停滞的状态，让你看到希望。然后这个骑士的能量是非常快速的行动，就代表你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不能犹豫，立刻对接，马上行动，这个机会它不等人。然后紧接着后面又是三叶草嘛，这个也代表好运，但不是那种大运啊，不是大的暴富、惊喜、中大奖，而是一些小幸运、小确幸、小惊喜。所以可能2026年大家会有意外之财，比如说项目奖金提成、兼职收入，有些项目意外的成功，投资上面获得不错的收益等等，就感觉2026年大家的财运还是不错的。主要收入来源会从一个可能比较紧张的状态趋向于稳定啊，而且还会有小财进账。后面这个百合，这个是一张象征成熟稳定资源的牌，就说明你的事业转机可能来自于一个年长的贵人、父母亲戚、领导、行业前辈。2026年有机会在现在这个工作上面获得提拔，职业身份有一个转变，从小透明变成骨干成员，变成领导层。又或者是你们有机会在传统稳定的行业里面获得位置啊，比如说国企、政府、教育、医疗、大公司等等。那最后是一个房子，房子也代表稳定长期的能量，所以到了下半年你们就是会进入到一个工作上面的稳定期，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团队成员工作内容上面也会趋于稳定，这跟年初的状态是非常不一样的。另外这个房子也可能代表着你的家庭能够给予到你某种帮助，金钱、物质、
心理支持上面的帮助。还有人在年底的时候可能会解决房子带给你的困扰，比如说买房的困扰、还房贷的压力，或者是如果你想换一个房子的话，重新租一个更大一点房子的话，那也可能你会找到一个非常心仪的房子啊。总之，围绕房子的烦恼，在年底的时候会被解决掉。就整体看上去，第三组小伙伴，2026年上半年可能会辛苦一点，但是到了下半年的话，事业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越来越稳定。然后财富上面呢，可能也是趋向于稳定，并且有一些小小的财经障啊，就是会一步一步的走向良性的循环。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神谕卡给大家的祝福和提示是什么。Regret. I know that I cannot change the past. 遗憾是你们成长的养分，你们没有办法改变过去，所以你们只能够去努力的创造未来。第三组可能过去几年最大的课题就是后悔、自责、困难、压抑、停滞，我觉得自己好像选错了，做错了选择，觉得自己似乎走了很多很多的弯路，自己的速度太慢了。为什么大家已经达到了这样的成绩，自己却一直在原地的踏步？可能对于过去的错误的选择还一直耿耿于怀啊。那这张神谕卡在这里就是告诉大家，你们没有错，你们也没有落后，每个人的花期都不同，你盛开的晚一点，但这也可能意味着你们的花期会比别人更长。过去的遗憾它不是你们的阻碍啊，而是你们成功的基础。所以2026年我们要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接纳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曾经错过的东西，从错误中的总结经验，从遗憾中找到方向，从挫折中让自己变得更强。过去所有看似浪费的时间、浪费的努力都会在2026年找到它存在的意义。那希望第三组的小伙伴在2026年都能够迎来自己的盛放。我们下期再见吧。